洗碗池下水道又堵了，别再花那冤枉钱请师傅，也别光用热水瞎冲啦。今天就给您这个超实用的小妙招，1分钟就能疏通，而且1分钱都不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厨房是家里使用频率极高的地方，虽面积不大，却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。一日3餐都在此精心烹制，正因使用频繁，时间久了难免出现小状况，比如洗碗池，每次洗菜、刷锅、洗碗，许多油垢、异物会随水流流进下水道，日子一长，排水越来越慢，还不时反臭，甚至完全堵塞无法排水。要是您家洗碗池堵了，别再花钱找人了，跟着我这么做，省钱又省力，管道马上就能疏通，还不会伤害管道，超级实用。当我们发现洗碗池出现堵塞不下水的情况时，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，而是应该把里面留有的一些菜叶杂质之类的捞起来，尽量给它捞干净点，以免这些残渣再次进入到下水道，从而加重堵塞的情况。然后我们先准备一些疏通工具，根据洗碗池大小，选择一个合适的空塑料瓶，用剪刀将其从中间对半剪开，取分开后的小半塑料瓶，将瓶口直接对准洗碗池的下水道口，确保塑料瓶与池壁紧密贴合，拧紧瓶盖，保证瓶口与下水道口连接处无空隙，形成密闭空间。瓶口直径略小于下水口，避免无法插入或密封性不足。然后一手固定瓶身，用力向下按压瓶身，待瓶身压缩后快速松开，重复此动作10到15次。堵塞越严重，抽动次数越多。10次以上，你就会发现水流开始有流动的迹象了。核心原理： 1. 气压冲击，按压瓶身时，瓶内空气被压缩，形成高压气流，推动水流，瞬间冲开管道内的油污、残渣等堵塞物，伴随咕咚声，即表示疏通成功。2. 物理松动，反复抽拉动作可搅动管道内淤积的油块和残渣，配合气压冲击，进一步瓦解堵塞物，恢复排水通畅。看看刚刚还堆积起来的污水，这会儿排得干干净净的了。无需化学药剂，零成本，不伤管道，利用物理原理快速解决堵塞问题，尤其适合厨房下水道因有污、食物残渣导致的排水缓慢或反臭场景。那么下水道疏通以后呢，我们把里面的垃圾把它捡出来，垃圾清理干净后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漏筛呢放回到下水道口处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虽然说洗碗池里面的废水呢已经排出去了，但是它下水的速度呢依然比较慢，这就说明洗碗池下水道内部呢还是出现一定的堵塞。所以想要防止短时间内再次堵塞，我们还需要再一次进行处理。准备2个容器，在第一个容器中加入约占容器1/3容量的食用盐，接着倒入30毫升洗洁精，再加入高浓度的白醋，常见白醋度数3度、6度、9度等，一般5度以下呢常用来做菜，5度以上呢可用于杀菌消毒。醋酸含量越高，杀菌清洁效果越好。然后充分搅拌，使洗洁精使盐与白醋混合均匀，直至形成乳白色液体，将其放置一旁备用。在第2个容器中加入约容器1/3容量的小苏打，随后倒入开水并搅拌，直至小苏打完全溶解在水中。接下来将这碗溶解好的小苏打开水溶液，
搅拌后缓慢倒入洗碗池下水道，需确保小苏打充分溶解，以免质量不佳的粉末未溶解就倒入管道，沉积后反而可能加重堵塞。紧接着把之前调配好的乳白色混合溶液也倒入管道中，此时两种溶液会在管道内壁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泡沫，这是正常现象。这些泡沫正是在对管道进行排污工作，且无需担心会伤害管道，因为小苏打是中性物品，其碱性或酸性都很低，对 PVC 管道伤害很小。让溶液在管道内静置一段时间，直至泡沫逐渐消失。在此过程中，各种成分发挥着不同的作用。小苏打具有出色的去除油脂的效果，能瓦解管道内的油污。使用盐的研磨性可辅助清洁，去除管道内壁上附着的污垢。高浓度白醋不仅有清洁能力，还能软化污渍，让沉积在内壁的污垢更容易被分解。洗洁精则起到辅助增强清洁力的作用，帮助分散油脂和杂质。当管道内产生突突的气泡反应时，正是疏通剂发挥作用，冲击堵塞物的时刻。待反应结束，泡沫完全消失后，再用热水冲击管道，借助水流冲击力，将反应后松动的污垢、泡沫等彻底冲净，确保管道内壁清洁，减少再次堵塞的隐患。配合前期疏通剂的化学反应，形成溶解加冲刷的双重效果，巩固疏通成果，恢复管道排水能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下水道堵塞时，不能一开始就直接用开水冲，这是因为热水虽然能融化油污，但它具有明显的膨胀性，原本紧密的油污分子被热水冲刷后，可能会形成空气泡，导致物质膨胀，反而缩下排水空间，使下水道堵塞情况更严重。而按照上述方法，先使用自制疏通剂进行反应分解，再用热水冲洗，既能有效溶解和清除堵塞物，又能避免因直接使用热水可能带来的反效果，从而安全高效地疏通洗碗池管道。处理下水道堵塞不能只靠热水盲冲，正确的方法是先用自制管道疏通剂软化溶解污垢，再用适宜温度的热水冲洗，让软化的污渍随水流彻底排出。具体操作时，无需使用特意烧沸的开水，直接用热水器中流出的热水即可，既能避免高温带来的安全隐患，又能达到理想的冲刷效果。就有这么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窍门，就能轻松解决下水道反胃堵塞的大麻烦。大家不妨在家试试看，亲测有效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啦，如果您有更实用的疏通妙招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这些生活小技巧帮助更多人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期待下次继续和您探索更多实用生活小窍门。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